美国强势进入中国后院，而且是带着武装力量来的。非洲成为两国竞争的新战场，问题是中国能扛住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6月29号，我们先看新闻标题。据路透社的报道，27号，也就是星期五，美国撮合了两个宿敌，打了30年的非洲宿敌啊，在华盛顿签了一个和平协议。总之啊，就两条：第一个，90天之内侵略者先撤军；第二，美国企业同时投资这两个国家，大家一起来发财，别打仗了。今天啊，我就从3个方面跟你聊聊我的观点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还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内容有什么关键点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是把两国的外长先请到了华盛顿，这个国情出面，总统也见证，把这协议先签了。但是有一条啊，这个只是双方的框架协议，真正的细节要等到这两国的总统在7月份来美国，双方啊再签一轮。那这次等于把这框架定下来了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点。川普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，他有个词儿形容非洲，叫做粪坑，我们啊才不会去那里投资呢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非洲一直是中国的自留地，所谓的后院。你很多非洲的总统、部长的孩子啊，都在清华、北大、复旦读书。所以说呀，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已经是经营了几十年了。那美国现在你已经离开这么多时间，你能不能回去啊？这个就看美国是这次会带着军队，或者说直接点会带着武装力量进入。那我们还是先说一下最根本的原因啊，还是中国稀土卡了川普的脖子。自从贸易战以来啊，老川一直是被动，他其他方面都能搞定，唯独是稀土现在美国供不上。他真正能够实现自己的时候，我在上一期节目也讲到了，那得到2016年底，也得1年半以后了。两个工厂，一个是内华达州，另外一个呢是北卡罗来纳，第三个呢是犹他州。这3个矿能够满足美国军方的需求。但是别忘了，美国接下来的产业有2个，一个呢是新能源汽车，第二个呢就是工业机器人，甚至是机器人走向家庭。这些控制就需要柔性的稀土，而目前的稀土啊，美国只能解决军方需要。那其他怎么解决呢？它在欧洲的这个阿尔及利亚有个工厂，但仍然不够，仍然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。所以说呀，他就撒下人去看看世界其他地方哪里有稀土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美国这几个工厂仍然解决不了最难的污染。我以前讲过，现在稀土提炼就2个办法，第一个呢叫高温把它烧出来，这个需要空气污染吧。第二个呢就是高酸度的硫酸把那个金属泡出来。这2种方式都对地下水、空气造成严重污染。如果说未来持续的需要稀土，你不能指望美国，你还得找其他国家。所以说呢，底下人就告诉他，在非洲中部有个国家叫刚果金，它呢锂储量占到全球储量70%以上，然后钴啊、稀土啊储量也非常高。那老川就觉得，那我们可以给他签协议啊，但是有一条，就是这2个国家呢已经打了几十年了。根据官方的统计，当然也是联合国做过一个统计，过去的30年已经死亡了500万人，这是继2战以后最大的伤亡。500万人啊，什么原因啊？就是因为10几个非洲国家都在刚果金打仗，目前参战的是2个。第二呢，我就跟你讲一下，现在他们这2国的症结在哪，以及川普是如何用军事力量来解决的。先说一下，在中部的非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是这个刚果金，它西边还有一个国家叫刚果，跟它不是一回事。刚果金就是它首都在金沙萨。
那这个国家有个特点，它非常像二战时期的中国，就是地盘大，人也多，但是中央集权比较弱。你看吗？这个国家就相当于东三省的一个面积相当于1/4个中国的面积，有1亿1000万人口，这绝对在非洲是个大国。但是这么一个大国，对底下呢有255个部落，这部落人呢武装力量都有枪，他听酋长的，他不听这总统的，实际上是大而不强。但是他东边那小国就不一样，那个小国只要1200万人口，但这国家就敢欺负这个庞然大物，他军事力量非常强。就是你看过电影那个卢旺达大屠杀，就是那个国家。卢旺达是个小国，也就相当于一个城市这么大小，但是能征惯战，特别能打仗。他俩打了几十年，主要是这个小国欺负这个大国，而大国呢战斗力一直比较弱，因为他没有一个强人把这个部落都200多个部落统一起来。那既然说打了几十年，打的是什么呢？不就是矿产吗？因为在这个刚果金它首都在金沙萨，等于这国家的最西边了，但真正的矿呢是在最东边，所以你实际上它保护了自己的矿，但这个矿就被他的邻居卢旺达派了游击队大量的盗采，采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国家通过它东边邻国出口卖给中国，卖给欧洲。稀土这种东西是不愁卖的，而且有一点，在这两个国家呢，它都有稀土，而且有一种矿很稀缺，叫做钽，就是一个提手旁一个钽。那个钽是干什么的它的熔点非常高，是做火箭发动机的那个壳体的，它不怕烧，你的烧10几个小时也不会融化。而且呢，广泛的用在航天飞机民航飞机还有导弹，这个东西是非常贵，对于美国军工也非常重要。那既然知道这两国的问题是战乱了，川普也讲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办法，不跟你讲那些什么人权讲那其他东西不讲。我呢，花钱给你两方都投资，你争来争去不就是为那点矿吗？所以你这个小国不要再欺负这个大国了。现在这个刚果金已经成为我的矿产供应地了，你必须在90天内撤军，不撤的话一会儿我告诉你川普是怎么说的。那这小国你想让他撤，他都侵略这个大国侵略几十年了，他肯定是不甘心的。而且呢，他在当地发展了一些本族的游击队，要不然我就给你捣乱。所以川普一看呢，干脆呢一勺烩，你这小国不是也有一些高品位的矿吗？包括那个钽，我呢给你这两国同时投资，大家有钱一起赚，别打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两个国家一看，既然说你惹不起，那咱就就坡下驴吧。所以说这次签了那个协议。那美国是怎么镇住他的？我们来看一下原话。卢比奥表示，双方元首将于数周内抵达华盛顿，签署完整的协议与后续的议定书。然后呢，刚果与卢旺达外长均呼吁美方持续参与，确保协议落实。他俩呢也知道这个老川有毛病，他只管签协议，后边落实的情况他可能是不关注。所以这两国人说的很清楚，你必须持续关注。因为以前联合国阿盟的这个主持下，非盟主持下，双方签了无数的协议，最后呢都是为了矿的问题撕毁了。所以说老美你怎么解决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川普说，如果你们违反协议，将面临巨额的处罚。我认为你们不会违反，我们也准备了非常严厉的措施，包括财务方面和其他形式。这个其他形式其实就是军方。当然了，目前他不会派正规军过去，根据美国以前的传统，他会通过像黑水公司这样的第三方承包商雇佣武装力量，他们呢是非常强大的。你比如说阿富汗、叙利亚有些油井，像康菲公司的油井就是这些雇佣兵、这些第三方武装力量在提供安保服务。像伊拉克也是这样的上次的虐囚就是黑水公司，他不是正规军，但是他的战斗力呢超过正规军，他那里边人都是一些特种兵退役过去了，1个月的薪水都1-2万美金，那都是卖命的活。
这个武装力量打那个两国完全没问题。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信息，这两个国家你别看说双方打了几十年，川普有句原话说，他们用弯刀互相砍了几十年，有500多万人死伤。为什么呀？太穷了。这两个国家的这个 GDP 呢都不咋地，都在全球排名150名以后了。这个小国呢稍微比那个大国富一点。这两国的军队啊根本就没有海军，他俩都属于内陆国。第二呢，空军没有一个战斗机，包括这个大国啊，1亿人大国愣没有战斗机，它仅有几台呢叫直升机，双方都有点直升机。坦克呢都是那种 T52二战淘汰的坦克，一个国家有那么几十辆。你说像这种没有战斗机的正规军，所谓正规军，和美国的这个第三方比起来，它还是差很多的。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电影都知道，美国的像黑水公司啊，它是有自己的直升机，也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的。如果真打起来，这两国都解决不了。所以说老川这个办法，第一，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，哎，我美资公司呢给你一起投资。第二，谁不老实啊，我就拿机枪开飞机扫你啊。那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，中国为什么官媒破口大骂呢？我们看了一下中国的观察者网，是人民日报旗下的，他说美国到非洲拿矿啊，这明显是和中国对着干。当然了，川普都已经打明白了。那中国的危机体现在哪儿呢？3个方面。第一个，非洲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伙伴和能源供应商，铁矿石啊、石油啊都是从非洲运过去的。但是啊，现在美国回到非洲了，以前美国都懒得禁止非洲，现在他来了，而且带着第三方武装力量来的。中国在那儿可没有武装力量。第一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呢，最重要的一点啊，中国企业在当地并不关注人权，他用的是什么方式呢？就把你的酋长啊、你的省长、总统收买完了以后呢，咱一起来分成，有的是入的干股，有的干脆就入的是国家实股，就是你搞定人就可以了。他并不关注当地血汗工厂对劳工的奴役剥削呀，那些人啊就跟奴隶差不多啊。当然了，是黑人他剥削自己人，但是中国呢默不作声，他不管这些东西。第二是掠夺性的开发，开发了以后，至于说当地的人们健康啊、中毒啊、环保，他也一概不管，即使有着规章制度，他也不再关注。但是呀，如果美资企业用维护人权，包括那个按时休息啊、劳动保护啊、对这个环保的控制这方面，绝对能够碾压中国，所以就会导致大量的劳工呢要去美国投资企业工作，因为环保更好啊，没有这个污染，也能够按时上下班，这就会造成中国的企业在当地啊招不上人来。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在上星期啊，中国内部发了一个通知，对于稀土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重要的技术骨干实行的边控，就是你有护照的啊，你得收到企业去，你技术员啊、什么经营管理矿长啊，这些人呢不能随便出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美国啊也使了一个很实用的办法，就是高薪挖人。中国几十年不是一直是精炼方面有一些积累吗？那这些人呢，我就不自己培养了，我给你挖过来。实际上有很多人已经纷纷辞职了。老公一看不行啊，这帮人走了以后，那非洲不就成美国了吗？所以说现在对这些人进行控制。那总而言之呢，美国的强势进入是基于双方竞争的考量。至于说美国进去啊，最终还是你中国自己下的套。好吧，今天咱就聊到这儿，过一会儿继续我们每天5件重要的事儿，大家敬请期待，再见。